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被千万劫难遭。我今见闻得说者，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把无上殊胜的菩提心。我们现在讲普贤行愿篇啊，就是今天讲普贤行愿篇。这个普贤行愿篇，还没有正式开讲之前呢，也跟大家就是要求发愿啊，就是要求大家经常发愿。发愿的方式呢，曾经我们讲愿海精髓的时候也说过，就归纳起来，就是按照上师如意宝的这个也可以说教言吧，就是弘扬佛法和利益众生，所有的10万大愿就包括在这2条里面。如果这样呢，也比较方便，比较简单。我们经常哪怕是自己念经啊、参禅啊、磕头啊，心持任何一个善法，就是做回向的时候呢，也这样发愿；发菩提心的时候呢，也这样发愿。这是我们平时作为一个修行人呢，不可缺少的。不知道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就是有时候经常呢，就是需要值得提醒自己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当中啊，无助烦恼非常这个昌盛。在这里独立自主的面对各种烦恼呢，不是那么特别这个容易的。所以呢，时时都需要就是上师们的这个教言啊，就是时时都是需要就是提醒自己用正知正念来摄持自相续，这是非常的重要。那么要真正自己的心就是与这个善的方面专一的话呢，就是最好是经常这个学习佛法和修行啊，就学习佛法和修行，就这2个很重要的。学习佛法呢，我们经常就是讲就是应该有生之年当中，就是尽量的就自己就是看书，或者说听课，或者有能力的话呢，给别人这个哪怕是一个人的话，那就是也做这个讲经说法，以清净心呢，不是以傲慢心就是我当一个法师，我给别人宣讲我如何如何了不起，就是不是这个心，应该是一颗非常清净的心我得到了佛法是那么殊胜的。其实很多人呢，在我们这个身边还没有得到这么殊胜的佛法，我应该以清净的意乐来，就是传输给他。那么这样的话，那就是这个功德也非常大。就我以前看过那个，好像唐代的时候吧，有一个法师叫做是那个，道昭就是大师道昭大师，他有一个安乐记的这个相当，我们那个讲了一些。关于这个极乐世界就往生方面的一些这个教言，这里面就是讲了，就是说是有2种人呢，就是得无量无边的这个福德就是得什么这个得福无量无边的。何为2种人呢？就是说是一则乐所法人，一则呢就是第2则的话呢，就是利听法人就是乐听法人。也就是说呢，就是整个这个世界上呢，就是有2种人的这个福德是无量无边的，无量无边的。那么何等2种人呢？就是有一个呢，他特别乐于宣说佛法就是他特别喜欢说佛法。那这种乐呢，并不是我刚才讲的一样，就是我这个讲课的话，那可能有一些收入以后我得法师的话，那至少也是我的生活可以保障，就是所以以这个发心来这个讲课呢。那这不是这个清净的心。那么我刚才讲了，就是佛法特别好，就是应该让这个很多的众生需要就是得到这个了解和接受，就是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这是一种这个乐说佛法，就是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乐听佛法。乐听佛法的话呢，就是有意了，就是听说佛法以前我们藏地很多特别好的一些就是大德他们呢就是有些没有就是特别到外面去讲经说法，但是他自己
一直这个听说啊，就是听说很多法师面前呢，他就是听这个神圣的这个佛法，就是自己觉得一天不听课的话呢，好像这个觉得这个生活就不充实啊。就包括现在很多这个在家居士当中呢，就是通过这个网络啊、光盘呐、还有这个以各种这个途径呐、就是就才开始这个闻法呢，就是很有兴趣的。其实这两种人真的有这个非常大的利益啊，就是法王如意宝这个有生之年啊，也可以说是终生当中就为大家最重视的什么呢？就是讲经说法。就讲经说法，应该说是我们这个后面的就是作为就是上师如意宝的这些弟子的话呢，就是心里面就是非常的明确就是应该有生之年当中就是听说这个佛法和讲经说法呢，就是在所有的行为当中是最有意义的。当然，如果你闭关实修就是永远的是就是把这个自己的分别心呢，就是融入于这个佛教的这个大智慧当中的话，那当然是这个是最好的。但这个作为我们有些人来讲，可能也有一定的这个困难。总而言之呢，我们经常呢就是需要就是发这种愿就是发这种愿确实这种发愿呢，就是制止我们的这个恶性，制止我们的这个烦恼就是比如说你听课听1个小时或者是2个小时的话呢，至少也是不会有就是特别强烈的这种烦恼就强烈的烦恼，就是比如说我们烦恼当中是贪嗔痴是非常这个可怕的。但是我们这个听课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最多是可能有些人就是有点疲倦有点就是大瞌睡这个是也不算什么特别强烈的愚痴吧，就是不像那个生懈见就是那种。那么这个贪心和嗔心呢，就是在这个听课的过程当中不会有。我经常这样想，我不断讲课的话呢，至少我在讲经的过程当中呢，我就不会有就是特别就是严重的这种烦恼。就是制止这个烦恼的话呢，在我的人生当中就这一段经历呢，就是应该是很精彩的。就是因为我这一段，比如说我在2个小时当中呢，就是开头和结尾呢，就是念经，就是没有这个生烦恼，就是中间讲经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很清净的这个意乐。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听课的人也是同样，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呢，就是很难就是保证就我觉得是作为凡夫人呢，尤其是如果自己就是非常放荡的话呢，就是确实是在短短的2个小时当中，也不知道造了就是多少业就是造了多少。所以我们这个心持善法呢，就是一定要有一种方法就是有一种方法勤修善事的话呢，那么就是不会就是产生这个恶行。所以《毗赖耶经》当中也讲了这个。什么就若勤善事就是若勤这个修善事，罪恶心不起。就如果行是善事的话呢，就是罪恶心不会起的。然后这个欲福不勤者，心边呢就是造作恶。就是如果我们对这个福德对善法呢，就是没有精勤的话呢，那么就是心就是一定会会这个造作各种各样的这个恶业。因此我们要求大家就是每天都是尽量就是至少也是念1遍就是普贤行愿品。我们学院里面上课的时候经常念的，但是不上课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可能就是没有这个习惯出去的时候呢，就是很多人都没有这个习惯。但我想呢，像普贤行愿品那么大的这个功德的呢，只有这个最多是10分钟就是完成最多是需要10分钟。那么这个时间当中，如果你能念诵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所得到的功德呢，应该说是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希望呢大家应该就是通过就是各方面的这个善行来这个就是增上就是这个福德就有些人认为我们这个学佛的人观空性不需要就是什么积累福德。其实现在不学习佛法的人呢，就是还是这个趋色的这个智慧没有。趋色的智慧没有的话呢，就是很多这个行为呢，就是不如法就这一点大家应该会明确的。就是所以通过这个学习以后呢，就是真正了解就是佛教当中所说的这些意义。
那么今天我们紧接着讲呢，这个现在潜行气质功啊，就是这个三道课判当中就是讲这个潜行气质功。潜行气质功里面就是前面我们已经讲了这个什么这是顶礼啊、供养啊，还有这个水洗啊、忏悔啊，这个勤转无上妙法都这几个课判的已经讲完了。昨天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可能最后一个寄送啊，就是说是这个最初成就菩提者，我今一切皆全尽，专于无上妙法论的时候呢，我好像记得我都也记不清楚，但可能当时是不是这个最后的那个颂词呢，应该是讲到今天的内容去了没有啊？就是我好像有这样的一种印象，意思就是说呢，就是十方世间当中所有的灯呢，就是叫世间灯，叫做是这个佛陀。那么佛陀呢，就是最初这个成就菩提。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就是最初的时候呢，在印度金刚座就是大彻大悟，就是大彻大悟的时候呢，当时就是刚开始的觉得呢，这样的这个境界与虽说的话就没办法就是了解生起那些光明无为法，就是犹如甘露之法无疑的，雨水宣说，不可我古今前往济宁众，我是直接翻译的，我不一定是正确的，好像原来的那个好几种译法，就是。但意思是，就这样的这个境界呢，不一定让那个人们就是知道，就是当时呢，就是刚开始就是49天当中没有这个说法，后来呢，就是翻天地释当这个很多这个人天众生呢，就是请求这个佛陀转无上妙法论，然后呢，就是全集妙法论以后呢，开始这个印度六叶园等不同的地方呢，就是转了这个三转法论84000法门，就是这样的所以三知识门呢，就是也是如果以这个特殊的情况就是不愿意传法，就是累了、病了，或者是不想说法，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弟子们的这个行为不如法等等等，生起厌烦心的时候，一定要就是轻转法论就是轻转法论的话呢，这是一种这个缘起就这是一种缘起，所以呢，我们也就实施的是这个法缘，就是如果你现在面前呢，就是并没有什么就是需要轻转的话，但是我们心里面就是想实践当中呢，就是有些这个佛陀就是已经这个成就了成佛了，但是呢没有这个转妙法的话呢，就是祈愿他们就是转法论。实践当中有三知识呢，本来有他转法论的这种这个条件和资格和各方面的这种能力，但是因为种种这个缘起呢还没有成熟就是如果不转法论的这样的这个三知识，实践当中的任何一处如果居住的话呢，我们要就是观想，就是在他那里去祈愿赶快转法论，就是我们其实这个普贤行愿品的每一个寄送呢，就是都有一个清净心来这个发愿就是清净。我们念诵的人呢，就是每天都是特别多，但是我担心有些人呢，已经念了一辈子，就结果临死的时候还不知道普贤行愿品里面到底是说的什么，就是那这样的话也是很遗憾的，就是每天都是在这个一直这个念，但是到底每一个寄送就是念就内容是什么的是不知道的，也不行的，就是所以就是昨天我们那个就是这个呢，就是在这里补充一下，不知道我昨天讲的什么，就是现在人老了，就是记性都一点都不好，就是上个星期讲完了的，今天都是已经忘完了，也可以，不仅是我，你们也是如此。很多人也是差不多已经到我这个年龄的时候还是。我们今天就是讲的是第6个就是第6个七支功里面呢，就是说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勤佛七亲不涅槃就是七亲不涅槃，在哪里呢？在哪里诸佛若于是涅槃，我悉至诚而全其。唯愿救助刹尘，解逆了一切诸众生，是这吧？那么这是第6个，就是勤菩不涅槃那么如果在这个十方世界当中就是有些这个佛陀呢来到这个世界，然后呢
就是为众生这个宣说了这个佛法。那么宣说佛法这个说话的众生呢，在显现上呢，就是已经这个事业已经圆满的时候呢，就是开始这个实现涅槃就是实现涅槃。那么实现涅槃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有一些这个七情，就是还要不断的这个注视很长时间就注视很长时间。佛陀以前我们这个涅槃经和这个其他的经典当中都有，佛陀当时那个本来呢，就是他可以还要注视很长时间的就注视很长时间的，因为他获得了四圣住的话，那就是其实这个注视这个一解的是应该就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呢，就需要一种这个缘起，就是当时佛陀呢，就是为了就是实现这个缘起的时候呢，跟阿难尊者也是说了一些就是话，但是呢，魔王波旬就是注视了阿难尊者的这个就是耳根就是没有就是听见然后呢，就魔王波旬就是中间就是出现了，就是说是你当时刚开始的时候成佛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四众弟子不圆满，现在你四众弟子已经圆满，你的事业也圆满，你可以这个实现涅槃。后来佛陀也是因为这个随顺众生就是在我们这个说法众生的福报浅薄的原因呢，也是这个实现涅槃。实现涅槃完了以后呢，就是阿难才了知，就是后来呢，就是包括这个迦叶尊者的是也进行对他这个呵斥就是不同的一些经论当中呢，都有不同的这个记载。所以说有些呢就是众生的福报就是特别浅薄，就是当时呢就是忘了这个七情的，或者说是就是没有这个七情。包括我们现在有些善知识要接近这个实现涅槃的时候呢，就一定要这个七情他，就是七情他要注视很长时间。有些善知识，尤其是生死自在的这些上师的话呢，他可以呢就是注视这个很长时间。如果所有的人都没有这个七情他的话呢，也不一定这个注视。就是所以说，他这里呢就是说这个佛陀就是还有这个高僧大德等，这实现涅槃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很诚挚的，就是去这个劝请他，因为这些大德也好，佛陀也好，哪怕是注视一天的话呢，那利益众生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以前上师如意宝这个注释的时候，也是当时就是有特殊的一些缘起呢，也是祈请过个别高僧大德呢，就是一定要注释，甚至上师在课堂上也说过，就是说是这些大德的话呢，就是哪怕是注释一天的时间就注释一天的时间，确实也是结缘，就是很多的众生去往这个菩提就是利益非常大的，就是不像一般的这个凡夫人呢，就死了也好，生了也好，就是对这个很多这个众生来讲呢，就是也是就是不闻不问的，就是也是这样的。但实际上，真正的一些大德，就是对弘法内生有意义的这些这个大德的话，那就是一定要劝请，就是注释。那么就是这个全勤就是唯有这个为了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些利益能这个救助在这个世界当中，而且这个世界的话呢，那么就不仅仅是一年一月就可以了，还是注视这个很多很多年，是这个围城这个数目的这样的这个差称的这个计就这是我们一种契愿，就是当然这个你完成一个佛也好，一个这个就是大德呢，就是能注视这么多届这么多年的话，都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是我们契愿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就是注视这样，然后注释以后的话呢，就是利益就是对利了就是一切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呢，就是没有这个全勤这个佛陀也好，全勤就是大德呢，就是实现涅槃。在华严经里面呢，就是已经讲过了，就是其实这个佛陀就是实现涅槃的话呢，就是要这个示众这个一些这个密意比如说这个实现就是无常或者说是本来就是一切这个法界呢就是清净的，但是在显现上呢就是实现有一些这个生灭的，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一切这个三有呢就是如幻化一样的，就是无有这个实在的等等，就是这样的这种因缘呢，就是也讲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道理。其实我们这个真正的这个佛陀的智慧也好，他的这个
它的这种这个发生的话呢，就是不生不灭的，就是就像《妙法莲华经》里面所讲的一样，就是不生不灭的。但是为了就是众生面前的话呢，就是确实也会实现的。这一点呢，我们经常也是包括自己的上师实现涅槃以后的话呢，就是才就是感觉到就是这个世界上呢，就是确实是有这么一个特别可怕的所谓的这个无常这个现象。这种无常的话呢，不要说是我们这样的这种骨肉这个身体甚至就是已经获得了就是金刚持果位的这些大德们的话呢，就是到最后的时候呢，也是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会就是消失的，会这个消失的。所以这个色身呢，就是确实是就是没有什么可这个单着的就是华严经里面也讲了，就是因为我们众生呢，就是对这个色法特别的单着，但是为了对这个色法呢，就是不单着，就是去除这个这种执着吧，就是以这样的目的呢，就是实现这个涅槃。所以我们懂得了这些道理以后的话呢，就是才知道就是原来呢其实这个佛陀的这个涅槃也是这样的一种这个迷意。因此我们呢也应该这个发愿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这个实践当中的所有的这个大德就是所有的这些成就者呢，就是一定要这个注释就是一定要长久注释，长久就习，穷卷法论，所以这个长久就习。长卷法论，就要长久注释，长卷法论是每个人都会说的，就是所以我们经常呢要想到就内心当中想是很重要。其实不见习愿品就是我们口头上也要念，但是内心当每一个偈颂呢，你要这一个偈颂念的时候呢，向这个十方的所有的佛陀要注释就是有这个注释，不要这个实现涅槃。实际上，凡是就是对这个利益众生的这些菩萨也好，对这个利益众生的这些善知识也好，所有的这些就是人们的话呢，就是让他们这个注释就是让他们注释这个千年万年百年，就是那么如果他们注释的话呢，那么他们不会就是我们一般的这个凡夫人一样的。一般的凡夫人可能他注释的话呢，最多是每天都是做自己的事情真正的菩萨的话呢，他就是每天都是就是做这个利益众生的事情有些大德呢，就是最后的是已经年老了，就是他可能就是身体不一定就是到处去弘扬佛法，就是不一定的。有些老和尚有些老法师的话呢，真的就是他身体都可能不行的，但是他每天都是这个发愿就是每天都是发愿，就是利益众生。年纪呢，就是欺负很多的一些这个利益，就这些都是无形的，就是对世界带来的一种这个温暖，或者说是对带来的一种这个利乐所以呢，我们其实凡夫人呢，有时候很多就是东西呢，我们都是不知道的。就说实话，就是现在的很多世间人呢，就因为自己是自有自私自利的，自己是贪着就是名为利养的，认为呢就是所有的世界的人也是可能会这样的，其实也不是。世界呢就是虽然是很浑浊的，但是在这个当中的话呢，与你不染的这个年华呢，就是也多的是，就是可以这么说。那么这些年华呢，就是应该说是这个长期就是不枯萎呢，就是对整个这个世界就是也是这个增添了一种这个就辉煌，就是可以这么讲。那么我们下面就是下一个偈颂呢，就是说这个七支供里面的最后一支就回向就是回向所有逆瞻供养佛，勤拂注释转法轮，随喜忏悔诸善根，回向众生积福道。那么这个偈颂呢，就是说这个回向就是回向之，也是这个发愿这个回向的。回向的这个含义呢，以前大乘一章大乘一章里面也是讲过，就是回集散法有所去向就是回集散法有所去向，就是会呢就是说这个自己的善法，就是回集散法，然后有所去向呢，就是他去一个方向，就是他去什么方向呢？看你这个回向者自己的这种这个发愿就是看你如果自己是一个大乘修行人的话呢，就是这种三个呢，就是回向给一切众生，就是愿天
千变无际的一切众生呢，就是获得了这个无上圆满的这个正觉果位。如果你是一个就是声闻乘，或者说是一个世间人的话呢，那么这个善根呢，就是回向给自己，或者是回向给就是其他的这个方面，就是所以回向的含义呢，大家也应该就是特别清楚的。那么所回向的内容呢，就前面也讲了，我们这个上述从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定力就释放诸佛开始，然后呢就是供养这个有上供养和无上供养就一幻供养和真实供养，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供养的这个福德。然后完了以后呢，就是这个亲就是佛就是我们这个次第可能稍微跟那个就前面的次第有点不同，咱们当中的次第是跟那个上面的次第一样的。然后那个亲这个佛陀呢，就是注意这个时间就是然后呢就是转法论，就是不要这个实现涅槃就是不实现涅槃。然后呢就是这个随喜就一切这个自他的有漏无漏的这种功德呢，就是进行这个随喜自己和他人塑造的身口意塑造的一切的这种自性罪和这个佛制罪就是全部呢就是进行这个忏悔就是进行忏悔。那么这样的话呢，上面有这个六支功，就是包括就是回向的话呢，就是已经有这个七支功。那么所谓的这个上面的所做的以这个六支功为主的一切的这种善根，还有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其实有很多这个有漏无漏的这种善根自己和他人的一些这个善根实践和出实践的一些这个善根等等等，就是有许许，哪怕是我们念一句这个观音心咒，念一句阿弥陀佛，磕一个头烧一根香就微不足道的小小的这些功德和甚至非常大的，就是完全以菩提心这个摄受的，以人我的这种这个无我智慧这个摄受的，或者说是以这个就是完全是这个利益众生的一颗这种这个清净的心摄受的。那么这样的这些大大小小的所有的善根呢，就是我们这个回向给天下无边的一切这个众生。那么一切众生呢，这是这个我们经常就讲的这个愿众生的这种这个发心然后愿这些众生是最后是得什么呢？并不是暂时让他们就是得一种离苦得乐，而是呢长远的让他们真正获得了究竟圆满，就是远离一切这个烦恼障和所知障，获得一切这个智慧的这样的这种佛道就是佛果这样的这个功德的话呢，就是也是非常大的。就是在《汉地大藏经》里面也有一个叫做是生生大回向记就是这里面的也讲了很多很多回向的这个功德，就是少修什么这个善本获大果报，多做功德呢，就是这个福报福报无量，就这样的这样的这个稍稍的一些三根的话呢，也获得了就是大的这个果报。然后如果我们多做的一些这个菩提心摄受的功德那么这些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福报和果报呢，就是应该说是无量无边的就是无量无边。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回向就是应该说是非常这个重要的。以前在这个比如说这个毗拉耶经就是里面也就是应该是这个杂事里面就是说的吧，就是申曼夫人申曼夫人呢刚开始都是特别鉴别的，那后来呢，因为他的这个清净的心就是回向善根发愿就是然后就是自己的这个相貌都是庄严，就是这一辈子呢，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回向善根的功德非常大的原因呢就是这一世当中的话呢，就是已经成为了这个圣光王的这个夫人就是非常这个庄严面貌，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历史。所以我们回向的时候呢其实普贤行愿品也是一个是一个回向文就是一个特别广的这个，可以说是就是非常广的这个回向文。因此呢，我们如果有时候就是实在是这个没有这个时间的话呢，就是也有这个前面的七支功来，就是做简单回向的，也有这样的。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前面呢，因为它是那个七支功为主的，所以按照那个华智仁波切和堪布根或和图嘎如意宝、法王如意宝的这个传承的话呢，那么这个普贤行愿品的这以上的话呢，就是作为这个课前的一些积累资粮和清除罪障的方便方法。所以我们每次呢就是
在这个江科和或者是修辞散法的这个前面呢，就是作为这个气质宫，然后中间呢就是或者是联仪轨，或者是这个将近说法，完了以后呢，就是普贤行愿品的后面部分呢，就是再进行这个回向啊，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传统啊，就是也有这样的传统。以后呢，我也特别希望呢，我们这个传承这些佛子们呢，传承佛子们的话呢，按照这个拉拢的这样的这种，包括这个课前课后的念诵的这种念诵的这个声音音调。然后念诵的方法就是不要增加很多，也不要这个减去很多这是一种特殊的这个缘起。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各个学会里面呢，就是也是要求就是大家把这个念诵呢就是统一起来就是念诵统一起来。我也去了一些法会，法会里面有一些。这个里面就是加了很多佛号，有些减了很多的。其实原来呢，就是我们这个学会念诵呢，我想是方方如意宝和很多大的这样的这个传承下来的话呢，它的包括就是音调包括它的这个念诵的这种方法，很多都是不要就是自己想什么就变什么，就是这样不是很好的。因此呢，特别这个希望我们以后呢，就是不要就是里面就是加很多，自己喜欢就是加一个观音心咒的话呢，然后呢念完这个普贤喜愿中间就是加几个观音心咒，然后自己喜欢就是文殊菩萨的话呢，就是又加几个文殊菩萨，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平时的这个课堂上平时的这个课堂的这个课前课后的话呢就都不能这个加很多的。因为我原来呢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光转这个翻译以后的话呢，实在是忍不住，就是所以我就加了一个仪轨，就是这个加了一个仪轨。但是这个呢，我记得好像我也亲受过这个上师如意宝，就是那么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也是基本上是按照那个学院的这个传统就是以前那个上师如意宝就是面前呢就是特意亲示就是然后课前课后的就这些都是这样这个念诵的。就是后来我们因为我本人呢就是有时候这个就是一直觉得是护法神不念的话，那好像就每天都是不行，就是有时候所以我就为了就是方便的话呢，也增加了一个念护法的，但这个应该就是不会有什么很大的。除此之外的话呢，如果我们要念诵，就是私人可以念诵，我们集体的话呢，一定要就是按照那个学院的这个清净的这个传统念诵就这是非常重要，这是很多大的亲自加持过的。所以希望我们这个寺宗这个佛友的话呢，就是今后应该是按照这样的这个传统去这个弘扬佛法就这是非常重要。那么这以上是前行气质功，这个已经讲完了。就是前面呢，就是第二个科判，就是真心这个广大这个法院就是光速法院，就是真心光速法院。那么真心光速法院，就是从科判上分的话呢，分二，就是第一个呢就是真实这个法院就是第一个是真实法院，第二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宣说法院之己。宣说法院的祭祀制这个编辑国籍的记，就是宣说这个法院制己。那这个科判到时候我们最后就是到那个时候呢，就是再看一下，就是我现字面上好像记得这样好一点。然后我们那么这个真实法院分这样，这个两个科判以后呢，就是现在讲第一个就是真实这个法院，那就是分那个16个科判。16个科判呢，我们倒是一个一个的说，就是今天呢，就是讲第一个就是今天讲第一个，就是下面这个真心光速法院呢有16个科判，就是大家只要记住就可以。然后那个这个16个科判当中的第一个科判的话呢，那么就是亲近这个依乐二法院就是第一个科判是亲近依乐二法院。亲近依乐法院呢，也是分4个方面的科判。就第一个16个当中，第一个是亲近依乐法院。那么亲近依乐法院呢，就是分那个分4就是分4。那么哪4个的话呢，就是一个是供养诸佛之愿，就是供养这个诸佛之愿就是供养一切佛陀的这个愿就是法愿的愿。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依乐圆满之愿就是第二个是这个依乐圆满之愿。第三个呢，就是清净刹土之愿就是愿也是法愿的愿。第三个是清净刹土之愿。第4个呢，就是利益有情之愿就利益有情之愿。今天我想我们最好是讲这4个这个法愿就是这4个愿。
首先，第一个是供养诸佛之愿呐，就是供养诸佛的发愿。我随一切如来学，修行普显圆满性，供养过去诸如来，给予现在十方佛啊，就是这个是就是第一个，也就是说呢，就供养诸佛的这个发愿。那么供养诸佛的这个发愿呢，当然下面我们这个普贤行愿品的这个韩文和藏文就是对照的过程当中呢，有个别的地方也有不太这个相同的，但是我这次呢就是以韩语以这个韩文为主而讲的，就是如果以藏文意义对照的话呢，就是有些地方呢可能有多的有少的，就是还有一些地方的就是有点不相同的也有一些，所以我这次呢就是主要是以这个韩语本上面呢就是内容这个进行介绍啊。那进行介绍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第一个愿呢，就是大家在科盘很关键，就是一定要知道，我们从科盘上也知道，这个寄送呢，就是肯定是供养这个佛陀的一个发愿啊，供养佛陀的发愿，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前面也是这个有上供养和无上供养里面也讲了，那么这里呢，就是也讲了一个供养这个发愿，就是供养发愿，那么意思字面上的意思呢，就是说我是就我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发了无上菩提心的话呢，那么就是随顺这个一切的这个过去和现在未来的这些如来啊，就是去这个学啊。我们每天发菩提心的时候呢，也是就是念3遍，就是这样的这种这个偈颂啊，就是念什么这个诸菩萨戒的这个偈颂，这里面也是有，就是我们要这个学如来。那么学如来的话呢，就是学如来是什么呢？就是不是什么，就是学如来呢，不像我们现在是讲这个学电脑、学技术啊、学木匠啊、学这个什么其他不是，就是那么什么呢？就是这个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当中当然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现象啊，就是有些能度众生，以木匠身份来度众生的话呢，也可以木匠就是身份来，每天都是拿一个电脑呢，就是度众生的话呢，也可以拿一个电脑来度众生，或者说是我每天就是什么就是甚至就是用一支枪就是来度众生，也有可能，就是这个是我们不能排除，就是诸佛菩萨的这种实现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中的原则的话呢，我要这个随如来学的，随如来学呢，就是这个发菩提心的。那么这个修学什么呢？就是圆满这个菩萨这个行为啊，就是普贤菩萨的所有的这些六度完性的话呢，就是如来这个学的。那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供养这个过去的，就是比如说像那个这个燃灯佛啊、迦叶佛啊，还有这个毗婆舍佛啊，等等，就是无量无边的，就是过去的恒河沙数的这个佛陀就这些佛陀呢，以前也是我们没有因缘的话，那就是不可能，就是今生当中，因为我们今生当中遇到这些妙法呢，其实过去是我们供养过无数的这个如来同时呢，我们还要供养这个现在这个十方当中的这个佛比如说东方琉璃刹土有药师佛，然后西方呢就是有报身佛，不是那个南方有报身佛，西方呢就是有这个无量光佛，那么东方呢就是不空成就，不是那个北方北方呢就是不空成就如来等。十方世界当中呢，就是无量无数的这个佛陀那么这些佛陀面前的话呢，我们去这个供养，有些可能像现在这个供养如来的是可以的，但是过去的这个如来就是我们现在供养呢，就是有没有功德呢？其实是有功德的。比如说过去的这个如来呢，就是虽然就是现在他呢就是已经这个圆满，就是实现涅槃，他的教期呢就是也已经圆满了，但是因为他的发心力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我们供养这个，我们心里面就是去供养他，或者供养他的法本，供养他的法相的话呢，也是有无量的功德。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就是修皈依经的时候呢，就是30佛的就皈依经里面就是也有这个30佛，过去佛、未来佛、现在佛，包括我们这个汉传佛教的很多寺院当中也是有30佛就是有过去、未来这个现在的佛呢，佛像都是就是非常多的，就是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向到就我们要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发菩提心，就是还有呢就是信菩萨心呢以前那个诸法最胜王经里面也是讲过，就是说是这个若人信息了过去佛菩提就是过去的这些要想做这个佛菩提的话呢，须发菩提心，当修菩萨心。
所以跟前面的这个意思呢也是比较这个相通的，就是如果我们真正是心里面就是特别像那个做那个就是这些佛菩萨，就是佛菩萨的话呢，一定要这个发菩提心，一定要就是心持六度万行，就是供养这个如来，什么这个行为都是没有的，每天呢就是好像那个无所谓的这样的态度呢，其实是不好的，就是应该我们行为上也是哪怕是就是供一点点这个供水啊、供灯啊，以这样的这个行为，然后呢，就是要发愿啊，我过去现在的所有的佛陀呢，我要开始这个就是一直这个供养，就是但愿呢，就是像他们就是成就那样，我也是在很快的时间当中获得成就，这样的这种发愿啊，就是这个发愿呢，就是供养这个诸佛的这种发愿啊，就供养诸佛的发愿。那么第二个发愿呢，就是照这个一乐圆满之言啊，一乐圆满之言。那么这个是宋词当中这样讲的：未来一切天人世，一切意乐皆圆满。我愿普水30学，速得成就大菩提。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未来的这个一切这个天人世，未来天人世是当然这个佛陀的意思啊，就是人和天的这个道士呢，就是这个佛陀。未来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像这个弥勒菩萨，就是还有这个无量无边的，就是这些如来啊。那么这些如来呢，他们的这个意乐呢，就是但愿就是早日这个圆满。那么他们有什么这个意乐的话呢？所有的这些佛陀的唯一的意乐是什么？大家应该是清楚的，早一点就是实现这个成佛啊，就实现成佛。但是这种这个成佛呢，就是并不是自己就是快乐啊。我们现在有些领导的话呢，他是当那个副局长的时候呢，就是很想就是早一点当局长，就是当局长的时候呢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有贪着自私自利的一些心吧，就是有些人是应该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那么这里他们的这个意乐是什么？我们都非常清楚。比如说弥勒菩萨呢，就是他就是我们但愿就是他就是照着这个佛的这个就成佛。那么成佛的话呢，就目的是这个转法轮。转法轮呢，就是度众生，度众生以后呢，利乐众生啊，就他们也是个实现就是如来或者是菩萨的这种这个过位，就是所以呢，我们就心里面也是这样的这种发愿呢，就世界当中还有很多千万，就是不同的世界里面呢，有很多就是即将要这个成佛的一些这个菩萨啊。那么这些菩萨呢，就是愿他们的所有的这些这个道证呢，就是清净啊，然后所有的这些这个愿望呢，就是实现，就是那么这个像这个佛陀，就是在这个六月园就是转法轮一样，就是很早就实现这个成佛。那么我也是就是随着这个前边讲的未来、过去、现在的这个佛陀的一切这个发心和这个菩萨心愿学啊，很快的时间当中呢，就是获得菩提。所以我们这些每一个众生呢，就是实际上是未来的佛啊，大家都知道。那么未来的佛的话呢，那么现在也要这个发愿啊，我等一切众生呢，也是很快的时间当中就是获得这个成就。我们有些人呢，就是经常说我能不能就是这生成就？如果今生不能成就的话呢，那天有一个人跟我说，我有点生气。后来我也那个就是不像一个那个什么这个修行人，就是然后他也不像修行人，我们在电话里面就是互相就开始那个，他说是我能不能这个就是即生成就啊，就是我说即生能不能成就呢？就是看你的这个心性和你所修的这个法，就是他说你快给我说那个我如果今生不能成就呢我不想学佛了。然后我也就是有点那个倔吧，就是你不想学佛跟我有啥关？就是我，然后我把电话撂了，又打过来了，就是然后就如果我发菩提心很好的话，我可能接，但是后来就我也没有接，好像接了也是效果不好，就是没有接电话。他就威胁我，就是你不能承认我不学佛了，就是
所以看我们这个精神能不能成就呢，也是靠确实是靠这个自己的一种这个善愿吧，就是靠自己的一种这个善愿，就是不过真的那个像无光尊者的这个专辑啊，宗喀巴大师的专辑啊，很多以前那个大的这些专辑的话呢，就是将来在就是什么什么这个插图当中呢，就是就是编程呢，就是什么什么的这个如来啊，就是都有这个宣说的就是我看我们那个什么，就是汉地那个奔化老和尚啊，就是前一段时间实现愿记，然后就是这个火化以后的话呢，好像他那个这个舍利他呢就是还没有这个大开，但听说是他整个这个图皮期间的话呢，就是已经这个朝拜的人都是20万以上了，就是人也是非常多。不过去年可能也许你们就是听过，就是到网上有一个这个奔化老和尚他自己就是应该在去年的时候吧，他说我将来呢就是这个实现这个成佛，就实现成佛的插图呢，就是叫做是这个无量微妙庄严这个插图啊，就是无量微妙庄严插图。然后我这个成佛的佛号呢，就是叫做是无量这个自在光明望如来，就是无量自在光明如来。不过我听过那个声音，但有时候奔化老和尚的这个口音呢，就是不是特别就是好懂的，应该可能这个这个意思就是，所以我想很多这个这个大德啊，就是确实也是有些是他自己也是这样说，但是他说成佛不是那么很容易的，应该就是个大劫以后呢，我才这个成就，就是所以有些时候的话呢，我们有些这个小乘性的，就是心特别狭隘的人呢，就不要就是认为是就是成佛呢，就是马上就是很快的，你就打一个电话，就是一个人答应就马上可以了，就是也不是这样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成佛呢，我们也应该就是确实在漫长的轮回当中，你如果不发愿，也是照样就是扭转在这个世界当中，还是发愿哈，就是发愿以后的话呢，将来就是每一个就是不同的这个修行人呢，都有不同的这个情景这个插图就是也会这个实现的。所以我们在发愿的过程当中呢，我也是这个随着这个三世诸佛这个一切如来就是去这个学习，一定要就是实现成佛。但这个实现成佛之前的话呢，我不离这个菩萨心不离菩萨心，不舍弃这个众生，不舍弃正法，不像现在有些人一样的就想学的时候呢就是去学，不想学的时候呢就开始有些人的行为真的很可怜的，就是暂时可能就像《金庄论》里面所讲的一样的，可能就是断了这个佛缘的，就是断了这种佛缘的其实这种这个善缘呢，还是尽量的就是自己就是接上就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发愿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应该说这样的这个发特别这个殊胜的这种愿就是发殊胜的愿，也就是说这个意乐圆满。意乐圆满的话呢，我也有意乐圆满，你们也有意乐圆满，每一个人有意乐圆满。什么意乐圆满呢？我们的意乐呢，并不是让我发财，让我这个身体健康、生意这个，当然这个也是一般世间凡夫人来讲，是他也可以发这样愿。就如果圆满的话呢，这是意乐圆满之愿。但是真正的发愿呢，就是实现只是成佛，就是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就是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念普贤行愿品的时候特别要就是经常这个想到我照着这个成佛在成佛之前呢，就是不要就是离开就是这些善知识的这个教诲，不要离开就是佛法的这个光明，不要离开呢就是度化众生的就是特别珍贵的这种精神，就是所以我们自己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善缘呢，就是默默的就是在内心当中这样发愿，这样发愿的话呢，就相当于是春天你这个种下这个种子以后的话呢，就是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自然而然会这个就是树到这个就是果实一样的就是会这个结出果实一样的，会有这个成就的那一天。那么这是那个就是这样的第二个这个愿，意乐圆满。然后第三个愿呢，就是刚才讲的，就是亲近这个佛刹之愿，亲近刹土之愿。所有十方一切刹，广大清净妙庄严，总会围绕诸如来，悉在菩提树往下。那么这个发愿呢，就是每一个都要我们这个发愿，就是其实藏文当中的话呢，就是
不是藏文当中，讲义里面啊，就是这个注释当中的话呢，就是单元什么什么，就是我们汉文和藏文当中都没有提，就是但实际上每一个寄送的是，比如说这个单元呢，就是未来的一切人是这一乐圆满，就是单元呢，就是我这个随着30学就是殊得菩提，单元所有的世界的一切刹都广大清净，就是单元呢，就是所有什么什么，就是每一个都有一种契愿，就是这是为了就是翻译的过程当中呢，它就没有一个一个的用，藏文汉文当中都没有用，但是我们理解的过程当中呢，都是发愿，就是那发愿的时候呢，我们自他都发愿啊。所有的就是契愿呢，就是所有这个释放的这个世界的一切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娑婆世界也好，各种各样的这个刹土啊，就是世界啊。那么这些刹土世界的话呢，都变成这个特别广大，就是像那个极乐世界一样，特别这个情景就是像这个极乐世界一样的，非常这个庄严的。就不像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世界一样的，就是凹凸不平啊，就是或者说是极其粗糙啊、荆棘啊、洼里啊，就是到处都去这个。然后我们这个事件当中的话呢，有些地方呢就是没有水，有些地方呢就是没有路，有些地方呢就是出现干旱，有些地方东边呢就是出干旱，西边呢就是开始这个洪水，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的话呢，就是就非常非常的这个不平安就是不平安。但是像极乐世界，就像这个书上一样的，就是让琉璃的这个世界啊，七宝的这个世界啊，就非常清净庄严，没有这个战争和没有这个痛苦的这种声音啊，这是一种这个七世界庄严的这个发愿就是七世界庄严。然后在这个世界所有的这些特别清净微妙庄严的这个一切的世界呢，就变成这样的。同时呢，就是在这个世界呢，也并不是光是一个特别就是清净的这个刹土就不是一个大平原一样的，就是像那个红原呐，或者说是一些让堂那边的话呢，就是有个特别大的这个草原，但你们上面什么好的建筑都是没有的，不是这样的。在这个清净的刹土当中的话呢，有无量无边的这个如来，就像这个极乐世界一样的。那么每一个如来呢，就是也不是一个这个如来都是坐在那儿，就是周围这个一个眷属都没有，就是不是这样，就是很凄凉的，就是不是这样的。每一个如来呢，就是他也周围呢，就是有无量无边的，就是菩萨就是然后这个声闻阿罗，就像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就是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周围有文殊菩萨、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就是有好多的这个菩萨，还有这个阿难呐，就是迦斯就是有很多的这个阿罗汉，还有这个什么就是这个波斯匿王就是有很多的大施主，就是等等等。那么这个四宗弟子也是围绕，就是像那个这个满月呢，就是被这个群星这个围绕一样的，就是非常这个庄严的。所以我们这是对这个七世界和这个有情世界的清净的一种这个发愿就是清净的一种发愿。因此呢，他这里要想到，就是所有的世界呢，就是变成清净无比庄严的。所有的这些清净无比庄严的刹土当中的话呢，有这个如来，就是有众会，就是菩萨和阿罗汉这四宗这个弟子呢，就围绕着。然后他这些如来的话呢，就是也是就是菩提树往下，就像印度金刚座，就是佛陀呢，就是在那里就是实现就是大彻大悟就是实现大彻大悟一样。然后在极乐世界的话呢，就是也阿弥陀佛也是在这个菩提树下，就是有无量无数的这种这个眷属清净的眷属呢，就是开始围绕就是然后呢，佛陀呢给他们也是这个宣说，就是不同的这个法门。然后呢，这些菩萨们呢，就是也是获得了就是无量的这种这个无漏的这种安乐无漏的这种安乐。所以呢，就真正七情世界的这些庄严刹土呢，跟我们的这个不清净的这个刹土的差别呢，就是非常大的。我们这个世界呢，就是也是如此的这种肮脏不堪的。然后这里面的这个众生的话呢，也是这个尔虞我诈或者勾心斗角，就人与人之间呢烦恼痛苦争执竞争就各种这个恶行就是很多都就是为了我，就是互相的是开始大杀闹剐游处等等等等等。
很多很多不平等。但愿呢，就是我们在发愿的过程当中就是愿这个世界当中的很多这个世界呢，就变成这个清净，像极乐世界一样，就是清净庄严。那么清净人，或者呢，就是当年就是佛陀在我们南瞻部洲转法轮的时候，也是就是他的这个诸位是非常这个清净的。其实我们这里很多众生的话呢，当时是没有这个见到佛陀，不然见到佛陀的话呢，那么就是现在的可能这个造业这个成就了就是造业成就了，至少也是这个弥勒佛这个出世的时候呢，也会这个就获得这个胜过的。我们现在这样发愿的话呢，也是这个在弥勒佛这个出世的时候呢，就是一定会是获得。所以我们发愿就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就是这是这个清净插图之愿就是清净这个插图的这个发愿。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弥勒有情发愿就是十方所有世界。我想应该字面上大家会解释吧，就是以前你们也是应该这个学过的，我想应该没有问题的。十方所有世间中，远离忧患常安乐，获得甚深正法力，灭除烦恼尽无余。那么这个是第四个发愿，就是弥勒一切有情的发愿。也就是说，世界当中以六道这个轮回的众生为主的所有的这些十方众生十方众生呢，但愿他们就是离开了就是心里面的这个忧愁，身体的各种这个变化，始终呢就是享受这个世间的人天这个快乐就人天就是安乐。那么这样的这个无比呢然后有这个享受财富这是不是永久的一种快乐呢？其实这不是一种永久的快乐。最永久的快乐的最究竟的因是什么呢？获得这个真法的这个利益就是真正是遇到了这个佛法，发生这个无上的这个菩提心。只有这样呢，就是才能相续当中的所有的这些烦恼生死轮回的痛苦呢，就是全部都是就是灭尽的。我特别喜欢《华严经》里面有一个教旨呢，就是说是这个若欲灭众生无量生死苦就是若欲灭众生无量生死苦，因见见识远殊法菩提心。就是我觉得是这个教证呢，就是特别特别好，就是因为我们众生呢，就是有暂时的一种这个这个什么这个做一些慈善然后就是给他修一间房子或者说是卖一个好的衣服就是或者他那个医院里面就是出来就没有什么身体没有什么计划疾病就是这些能不能解决呢？就绝对不能解决。如果你真的要想灭除众生的无量无边的就是生老死病的痛苦的话呢，一定要就是要建立起来特别坚定的这个誓愿。坚定的誓愿是什么呢？就是利益一切众生的发无上菩提心。有了菩提心的话呢，其他的是可以就是在这个轮回的这个苦海当中呢，就是脱离就是脱离。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就是发无上的这个菩提心，让这些众生呢，就是接上就是大乘的这个佛法，然后相续当中呢，就是升起真正的无我的智慧，自相续的所有的这些烦恼和痛苦呢，就是全部就是灭尽无余。只有这样呢，就是才能可以就是获得了真正的这种这个快乐。其实在这个面对快乐或者是真法来这个利益的时候呢，我们人呢就是有不同的这个根基就是汉地有一个叫做是这个大丈夫论就是大丈夫论，这里面就是讲了这个三种人就是三种人。说是这个愚痴的人的话呢，就是把别人的这个快乐呢，就是自己就是成为一种痛苦。别人快乐的时候，他很嫉妒，就是一种痛苦。然后中等的人呢，就是这个怎么说就是中等的人呢，就是别人这个痛苦的怎么说就是中等的人呢，就应该是这个。别人就是痛苦的时候，不是自己的这个痛苦呢，就是自己就是解除。而高尚的这个人的话呢，别人的这个痛苦呢，就是认为就是自己的这个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就是应该讲的是有这个三种。其实我们这个是三种这个世道的这个说法呢，应该是相同的吧？就是实践当中也经常有这样的，比如说这个。如果是自私自利特别强的话呢，就是别人痛苦，就是他可能很开心的，就是。然后中等人呢，就是他只管自己痛苦是很痛苦的，别人就不管的。
而真正伤的人的话呢，别人就是痛苦呢，就是当做是自己的这种痛苦，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如果真正动到了这个佛法的话呢，那么就是一定会是利益众生的。因此我们这个法院里面的话呢，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所有的世界事件呢，就是离苦得乐。真正离苦得乐最究竟的这种缘呢，就是依靠这个佛法来牵出一切痛苦。原来上师如意宝讲那个普贤行愿品的时候也说过，就是说是这个偈颂里面呢，所有的普贤十大缘都是可以包括的。为什么呢？就是这个获得这个神正法力呢，就是实际上是弘扬佛法的意思。然后前面呢，就是这个所有的众生呢，就是远离忧患长安乐的话呢，那么就是利益众生，就是利益众生。那么利益众生呢，有暂时的利益众生的方法和究竟的利益众生的方法。暂时的究竟暂时的这个利益众生的方法呢，我们平时呢，就是搞一些就是利益众生的事情呢，现在就是很多人都提倡这个学习雷锋就是学习雷锋。但学习雷锋呢，哪天网络上就是说是学习雷锋的话呢，作为公务员的话呢，最好是不要喝那个无量液和那个茅台酒，就是这是学习雷锋的最好的方法说的。但这个作为公务员可能也是这是一种这个行为，但是作为我们这个佛教徒的话呢，也是这个做这个现在的一些事件的这个包括就是对别人就是有一些这个各方面的帮助甚至我们在路上遇到了一个非常可怜的，就是马上帮助他，这是一个暂时的就利益的一种方法，就是对家里的父母的这个孝顺有一些儒教的一些思想的话呢，就是都是暂时的一种利益。然后究竟的利益方法的话呢，一定要有一个正法。如果没有正法的这个利益的话呢，那么这个众生始终是在苦海里面，就是不能解脱。不能解脱的话呢，我们短暂的几十年。他怎么样快乐也是其实这个相处不久的所以呢，我们要内心当中发愿，就是愿世间当中所有的众生呢，愿你就是身心当中的一切这个痛苦，这是暂时的痛苦。最后的话呢，就是愿这些众生真正是遇到佛法，而且他们呢，就是发上这个真正无常的这种菩提心，相续当中的所有的这些这个烦恼症和就是一切障碍呢，就是全部就是没有。那相续当中没有烦恼的话呢，那这些众生就是你不是什么给他有了这个一间房子，有了一个什么财富房的这个快乐就是财富的这种快乐的话呢，这是暂时的就是暂时的。我看到那个不丹国家的话呢，那么就是现在世界上就是成为是心灵最快乐的这个国家之一。但是他们的真正的这个财富的话呢，就是应该这个就是他整个这个国民这个经济的话呢，就是跟其他先进国家比较起来的话呢，他还是这个收入是很低的。不过在哪里呢？有这个佛法的资讯。我刚刚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个不断的这个广发的，就是包括一些大学生中学生还有这个老师国王就是所有的人都是信着这个大乘的这个佛法就是确实心里很羡慕，就是所有的原来我们去的时候也是特别向往，就是那里没有什么高楼大厦，那里也没有什么就是特别就是这种非常高等的一些这个经济的条件，但是呢，到了那里以后，人心很清净的，每个人都是有这个解脱的这种意了，而且呢，就是不断的在做这个行持这个大乘佛法，就是所以有机会的话呢，我要去不丹了，不说了。好，今天讲到这里。소나문다이 탐처 즈바냐 토나니 베자나 지르가나 지라론 츠바 츠번 손엔 조아